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喜欢看武侠的电影啊，武侠的电视剧，只要是这些电影电视剧里边，必然涉及到武功门派。哎，你像少林呐、武当啊、崆峒啊、全真呐、峨眉呀，哎这些。那么这些门派在现实世界里到底有没有？如果他有，他的功法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功法从哪儿来的？咱们这个系列节目就给大家说清楚武侠电影电视剧里边这些功夫门派它是怎么来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那从哪儿说起呢？有句老话叫天下功夫出少林。你无论怎么说，这电影影视剧怎么拍，少林寺都是躲不开的。你看你武侠小说也好，影视剧也好，一说功夫经常就得先从少林说起。咱们今天就先从少林功夫说起。少林功夫是第一大武功门类，究竟是谁创造了少林功夫？是充满魔幻色彩的达摩始祖，还是少有人提及的筹信禅师？少林功夫笑傲武林，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几番磨难，数动兴衰，少林功夫经历了怎样的传承？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谁开创了少林功夫。那么这个少林功夫呢，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就您一点武术都不会的，张嘴也能说出几样少林功夫，什么这个伏虎拳、罗汉拳、一指禅，这个什么大力金刚指，是什么达摩的掌等等等等，反正你就不知道少林功夫，你多少也会点。还有的说你易筋经，这是武学最高境界。那么这些功夫有没有？咱们说大多数都存在。因为少林功夫呢，光套路就700多套，它是中国武术这个领域之内最为系统的一个体系。它根据难易程度循序渐进的，少林功夫是成体系的。所以为什么说天下功夫出少林，那有道理的，从难到易，哎，它都有非常丰富的练习方法。那么少林寺呢，它本身出名啊，没多长时间。很多人说那少林很早就是名扬天下名扬四海，不对，真正名扬四海是1982年以后，到现在为止也不过30年的时间。为什么呢？这个咱们年岁大点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个道理。1982年张锡岩导演拍了一部片子叫《少林寺》，主演是李连杰。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少林寺为人自豪。自那以后，少林寺才真正的名扬天下。原先少林寺不过是坐落在这个河南登封嵩山里头少儿山下边一个不起眼的破败寺院。你要说这个电影，那可太了不得了。当年这电影，我那个时候上学呢，我看过8遍。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电影看4、5遍的有的是，好看。他写的什么事呢？就说的是这个大唐建国之前，隋末的事儿，天下大乱。当时有一个武林高手叫神腿张，功夫很高，除暴安良。结果呢，被这个洛阳王王世充的侄子王银泽，设计陷害，给弄死了。爹，哎小虎，快走，快走，爹，快走，爹，好，爹。神腿张的儿子叫小虎，成了孤儿了，就跑到少林寺练功去了。由少林寺的几位武僧啊，把他收留了。这小虎呢，出家以后呢，名字叫做觉远，就是李连杰演那个。
在少林寺里冬练3九，夏练3伏，把这功夫练得越练越硬。到后来呢，唐王李世民要渡黄河，在这个时候，王麟泽追杀李世民，少林寺这些和尚呢保护着李世民过了黄河。然后王麟泽呢带兵报复少林寺，攻打少林寺。那边呢，李世民带兵呢把洛阳占了，断了王麟泽后路，然后双方合力起来，最后这个绝缘把这个杀父仇人王麟泽给弄死了。绝缘剑。少林寺就写了这么个事儿，但这个过程呢，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关键是这个电影里边对少林功夫的展示，就是明眼人一看，就是这个片子里头一大卖点就是少林的真功夫市场，所以这个片子一火，那一下子把少林寺带火了。就刚一上映的头半年，少林寺的游客整整翻了4番。那么这个电影把少林寺弄火了，很多人就要追究说这少林功夫啊都怎么来的呀？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它有多少年历史啊？少林功夫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你要追究起来呢，得有1500年历史。说少林功夫从哪儿来呢？有几种说法，最为流行的说法说达摩老祖、达摩祖师创少林功夫。说少林寺是怎么来的呢？是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他笃信佛法，他为了呢迎接印度就天竺来的一个高僧叫跋陀尊者。公元495年初秋，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跋陀，随着长途迁徙的人流向洛阳进发。北魏孝文帝历时2年的迁都即将结束，跋陀的大半生似乎都在路上度过。据说他曾经西行到过东罗马帝国，然后又向东经丝绸之路抵达北魏原先的首都平城。佛教的孝文帝对这位据说已经悟道的高僧非常敬重，迁都洛阳后希望他能陪伴在自己身边，但跋陀却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修行的好地方——河南嵩山。跋陀尊者来了，得有个地方传佛法呀。他就在少室山依山而建的一所庙，叫少林寺，就把这跋陀尊者作为少林寺开山的头一位主持。那么建成几年之后呢，达摩祖师从这个印度来，就从天竺来到少林寺，也在这里传播佛法。那么达摩祖师身上的传奇故事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现在看很多行业祖师爷是达摩祖师，比方说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的、保镖护院的，连说相声后台都供达摩祖师。为什么呢？达摩老祖腿长。啥叫腿长？就走的地方多。现在说江湖人走的地方远，而且一路上说达摩老祖呢有自己的功夫，有什么呢？可以用这个来挣点饭。有人说江湖人的祖师爷就达摩老祖。那么达摩老祖，你想想从印度到中国来，这道确实不近。他有诸多的传说，你像什么一苇渡江啊、面壁9年呐、支离归西啊。你像一苇渡江，说达摩老祖过一条河，没船过不去啊。河边不有芦苇吗？摘了一个芦苇往水上一扔，站到这芦苇上，乘风破浪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就过来了。说这达摩老祖轻功得高到什么程度？有人说这也不如中国人，那你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连个芦苇都没有都过去了，那都是扯淡，没有的事儿。就包括这一苇渡江也不是真的。这个苇呢，在咱们中国古汉语里头啊，除了芦苇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专指小船。所谓达摩老祖一苇渡江，是他驾着叶扁舟过江，不是说真踩着芦苇过去，这是个传说。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谁开创了少林功夫。
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说他到了这个嵩山少林寺呢，那我先得自我修行，怎么修行呢？找一个山洞坐着，面壁，盘腿打坐，对面就是这个石壁。现在呢，在嵩山少林寺还有达摩洞这地方，据说他面前面壁这块石板呢，由于日久天长了，只要光线进来，他就在这儿面壁，这不影子都照到这上，最后他影子都印到这上了。达摩老祖面壁9年，面壁这过程呢，据说少林寺有一位领头人，叫神光上人，他呢就想拜达摩为师。达摩说：“你心还不成？说我心得怎么成呢？除非有一日天降红雪，下雪下出红颜色的，雪是白色的，说我才能收你。”农历12月9日，北方最寒冷的冬天，在大雪中站了一夜的神光，为表明求法的决心，取来一柄快刀，斩断左臂。于是达摩收留神光，并改名为慧可，他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二祖。所以少林禅宗有个脉络，叫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是禅宗传承。这当然这只是一个故老传说。说面壁9年之后呢，他这个修行成了，开始传佛法。等到圆寂的时候呢，下葬啊，隔了一段时间呢，打开棺材一看呢，达摩老祖尸体没了。达摩死后3年，一个叫宋云的人在葱岭遇见达摩，见他手提一只鞋，赤脚翩翩独行，就问师何往？达摩答道：西天去。宋云回到京城，将此事上奏皇帝。皇帝命人开启达摩的棺木，空空的棺材里只有一只鞋，就剩下一只鞋在那。说达摩老祖穿着另外一只鞋呀，支履归西，人家奔西天去了，真正成佛了。所以关于达摩老祖这个传说呀，是特别多。那么说为什么说把达摩老祖当成少林功夫的创始人呢？这个呀跟一本经书有关。这本经书叫《易筋经》，咱们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武侠小说里说《易筋经》，说这《易筋经》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看这个《天龙八部》里头，那个阿朱易容进这个少林寺，把《易筋经》偷出来了。他一直想把这本书给这个乔峰，乔峰就觉得此书来路不正，不要。后来这书啊，东弄西弄的，弄到那个怪人聚贤庄少庄主尤坦之手里。尤坦之根据这个练成了一身绝世功夫，甚至能跟乔峰抗衡。就说这《易筋经》得多厉害。那么这《易筋经》是不是武功的顶级的秘籍呢？不是。其实《易筋经》是什么呢？他就是达摩老祖坐那打坐呀，年头长了，你想坐那总不动，血液循环不畅通，他要那么干坐呢，他就得坐死。所以这达摩老祖呢，自己创造了一些舒筋活血的办法。这个《易筋经》主要是写这个的。现在你在网上查呢，还有一些文字，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呢，由于达摩呢太传奇了，少林寺呢把他封为老祖，说他是功夫之首。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有一个新的考据说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就说少林功夫真正的祖师是谁？僧稠，就是稠禅师。他从哪儿来的呢？他来自河南安阳单英镇上的叶下寺院。这个叶下寺院呢，是中国历史典籍里最早有完整记载的寺庙。这个稠禅师就是在叶下寺院出的家，后来来到少林寺当了第2任主持。由于他佛法也高，功夫也高，从他那开始，少林寺才有明确的武功记载。他进入少林寺是公元512年，你看495年建少林寺，512年他作为第2任主持进来，这前后隔了大概17年。在他之前，跋陀尊者在少林寺待着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记载说少林寺练过武功。你等这位稠禅师来了以后，把这武功带过来，少林寺才开始有武僧。包括我们前面说少林寺电影里的故事，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叫13棍僧救唐王。他说的什么事呢？历史上真实记载的，说的是公元621年，
621年2月份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唐太宗李世民呢已经率领着军队开始做一统江山的最后准备，陆续把各路反王都收拾了。这个公元621年2月份的时候呢，开始攻打洛阳王王世充。这个王云泽呀，历史上实有其人，是王世充的侄子。那时王世充一看呢，自己雄居洛阳，可是很难和李世民抵挡，所以他兵分两路，他派自己侄子王云泽呀占了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白骨屋，在哪儿呢？就是在洛阳和登封之间，离少林寺很近。这个地方呢，像小山谷似的，易守难攻。就说我这洛阳万一挡不住李世民，咱撤到那块儿还有块地方，他想打进来难。就这么着，王云泽带一部分兵呢，把白骨屋这地方给强占了。占了之后呢，修各种军事工事。可这个地方离少林寺太近了，他威胁到少林寺的安全了。真要打仗，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庙也可能就毁了。所以少林寺这有武僧啊，有这么13棍僧练棍的，一合计呢，这会威胁到少林寺安全。结果跟王云泽手底下兵一交流呢，他手底有几个将领啊，知道这个大势已去，天下要归李世民，也不想跟王云泽混了。就这么着，在那一年公元621年的4月27号，他里边这些想要造反的这些将领和士兵跟13棍僧里应外合，活捉王云泽，把王云泽献给李世民了。这后来李世民得了天下呢，这论功行赏啊，就赏了少林寺40顷土地加那么一具水碾，就农业用具给你的。所以这是历史上真实的13棍僧救唐王，本身也没救李世民，说白了就自我拔高。你不过就抓了一个反贼，你不是把李世民给救了，但是电影《少林寺》里就把这放大了。所以这是真实的历史上少林寺和这个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但正是由于有这一层关系，少林寺很多时候被封为皇家寺院。你看中国其他的寺庙也有的是，不管传佛法传武功，没有一所像少林寺这样1000多年始终传承下来。它为什么能够清晰的传承下来，能保存下来？这跟少林寺得统治者欣赏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隋朝的时候呢，这些统治者都信佛，包括南北朝时候五胡乱华时期，你像北魏就很崇尚佛教，所以少林寺这肯定跟着沾光。到了唐代更是如此，唐王李世民都给少林寺封赏什么的，所以少林寺那个时候是非常兴旺的。可是呢，到了唐末，唐武宗登基以后，那是年号叫会昌。会昌年间，咱们有的朋友知道有个著名的会昌灭法，这个唐武宗根本不信佛教，要天底下所有寺庙都给我拆了，把和尚都撵出去种地去。结果那一时之间，少林寺就给毁差不多了。自那以后，少林寺这是一大劫难。等到了北宋呢，少林寺又复兴了。为啥呢？这和政治中心有关。咱前面说唐朝那时候，虽然都城在长安，但是洛阳是唐朝的第2大中心，非常繁华，就跟咱们现在上海似的。所以它离这个政治中心、商业中心近，它得的好处就多。但是自从元初往后完了，为什么？你看元朝政治中心是哪儿？北京。元明清3朝政治中心北移，由原来的中原大地开封洛阳挪到了这个北京，远离政治中心了。它有个最大的坏处，就是这个地方太平盛世还则罢了，一旦要打仗完了，真要打起来，谁管你少林寺什么千年佛法呀，嘁哩咔嚓。所以自那以后，少林寺日趋破败，一年不如一年。最惨的是到1928年，蒋桂、冯延4派军阀打仗，当时军阀佘有三一怒之下把少林寺给烧了，一把火千年古刹几乎是毁得一干二净。有人说不对，现在少林还有塔林这个那，留了一点儿，这些东西都是后建的。就少林寺在那之后呢，有信佛的人捐钱呢，给他简单修修，但是破败不堪。就是拍电影少林寺之前，简直那个地方就没个看了。后来为了拍电影呢，这剧组呢出点钱呢，把有的地方修修。等这个电影火了之后，那少林寺就不得了了，有的是香客愿意拿钱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现在嵩山啊、少室山、登封少林，基本都是后修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伙呢，仔细的说了一下少林功夫的由来，少林寺这些年的兴衰变化。其实啊，很多历史上的事情啊，遗留到现在，我们看都是有些偶然原因。因为少林寺得皇家推崇，
他才有清晰传承脉络。又因为偶然的拍了一部少林寺片子，少林寺才火成这样。可以再负责任的说，如果没有当年李连杰演的少林寺，现在少林寺很可能跟大伙儿经常见到的一些地方的普通寺庙没什么两样，可能还破败的不如他呢。但是这一部片子一个好处，少林寺兴旺了，少林功夫也传播到四海了。有的人说你说的也不对，那金庸写书都在82年以前写的，你也写少林，确实少林功夫在中国国内历来都被推崇，天下功夫出少林嘛。但是我们说少林寺又欧美也知道，又哪儿也知道，到国外表演，以至于现在这个少林寺这方丈还很会搞经营，这事儿都是得益于一部少林寺电影。所以我们看待这些问题呢，要客观的看待，就是任何宗教它的昌盛过程其实都离不开经济，经济发达了，社会稳定了，宗教自然也就发达。你要感到乱世的时候，你再高明的宗教，再令人坚定信仰的宗教，也很难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所以说少林寺呢，它的兴衰其实是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脉络。上一期节目呢，咱们给大家说了少林派，那么说到少林呢，接下来咱就得说武当了。为啥呢？少林武当，武术界有句话叫北宠少林，南尊武当，就这两派啊，是等于像李白杜甫一样，两所高峰可以并列的。你看几乎所有的武侠影视剧里边，或者说武侠小说里边，提少林必提武当，就跟现在我们看你见着家麦当劳隔50米远你就能看着肯德基似的，这它并生的，这是因为确实在中国武术界呢，北边呢练少林的多，南头练武当的多。那咱们说完少林呢，今天咱给大家好好说说这武当，真实世界里的武当是怎么回事。咱们昨天说了，这少林寺呢，电影1982年拍了，一下子少林寺火了。那很多练少林拳的，一看自己练这个门派火成这样，高兴；但练武当的挺不是滋味。本来咱这个名称并列呢，少林火成这样。那当时在少林寺拍完了的第二年，1983年，有个叫何沙的导演呢，也照方抓药拍了部电影，就叫武当。这个少林寺这边拍武当，可是这个电影呢，无论是演员阵容、拍摄技法，加上展示武功的水平，都照少林寺的电影差个层次。所以这武当电影呢，我们当年是差不多也都看了，那火的程度远远不如少林，不如少林寺的电影。但是这个电影拍了呢，却给大家带来一个常识，就说武林当中的门派啊，除了少林就是武当。这哥俩是头两名，就像我们现在读唐诗，李杜，除了李白就杜甫，剩下那些人都不如他俩，却把这个常识给大家普及了。所以说武当那个时候好多功法被挖掘出来了。当时也是由于呢，在80年代初的时候呢，国家体委组织召开了一次中国传统武术的研讨挖掘会。当时有位叫金子涛的武学大家呢，现场演绎了武当的拳法，这才使很多人隔了多少年发现，原来武当这门功夫，一个是博大精深，再一个影响确实不小，很多民间高手在练武当派的功夫。那么这一出名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港台过来的武侠小说里面对武当的描写也逐渐被大家认可了。你看很常见的啊，金庸的《笑傲江湖》里提到冲虚道人跟令狐冲比剑，少林寺叫方正大师。再有其他的，你看这个古龙的《陆小凤》里头写到这武当掌门穆道人其实是个黑社会老大。还有这个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白发魔女的恋人卓一航，那不就武当出身吗？当然这些武侠小说加一块要讲写武当派，也没有这个金庸写的细。金庸写武当派写的最细的《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里怎么写武当呢？说武当派的老祖宗啊，张三丰。说张三丰原来呢不叫张三丰，叫张君宝，说白了就是个小童儿。以后你伺候少林寺的觉远和尚，但也不白伺候。这觉远和尚本来也是个扫地的，也没什么太多能耐。师傅，这是刚刚剃度的天宝，他就是你师兄君宝。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师兄。少林寺凡是讲规矩，你要听师兄的话哟。但是呢，由于常年呢
给这个藏经阁里扫地看看书什么的，哎，无意间呢在楞严经的夹缝上发现了九阳真经，这九眼和尚就练上了。张君宝是他小徒弟，跟着他也就跟着练了不少。所以后来呢，郭襄祖师呢到这个嵩山少林寺，碰到昆仑三圣何如道，要跟少林和尚比武，结果还让张君宝给打够呛。这时候少林寺才发现，原来我们里头藏龙卧虎，但这事儿戳中了少林一个肺管子。因为当年少林有个火攻头陀，偷学武功，最后害死了少林寺几位高手，所以少林寺决定呢，今后凡是奴仆司役这些人不能练这个武，你不属于少林寺正式编制，不让你练。结果觉远和张君宝私练武功，犯了少林大忌，被少林寺赶下山。觉远禅师在圆寂之前把这个九阳真经背了一遍，当时郭襄听了一些，张君宝听了一些。由于张君宝呢跟着这个觉远大师时间长，得了九阳真经10之5、6的功，所以后来这个张君宝下山呢，有一天在山里头转悠，抬头看着天，往地下看着地，仰观苍天，俯观流水，突然间心有所悟，在山洞里苦思7天7夜，突然间悟到了武术当中以柔克刚、冲击圆通的武学之理，开创出辉映千古的一派武当一。所以后来这个张君宝北游宝鸡，到陕西宝鸡见三峰山，三峰挺立，心有所悟，把自己道号改为张三丰。说这就是武当派的来历。真实的武当来历是不是这样呢？那肯定不是这样。因为张三丰这个人呢，历史上确有其人，在明史里记载啊，张三丰呢是辽东益州人，个子非常高，很魁梧。他三丰是他道号，他本名叫张全一，字君宝，就这都是真的。辽东益州人呢，说身材魁梧，龟形鹤背，大耳圆目，外号叫张邋遢，他们特别脏，不修边幅，人称邋遢道人。饭量大，说一顿呢吃好几斤饭，吃完了好几天不吃饭可以。看什么东西过目不忘，而且为人生性诙谐，好开玩笑跟人家。带几个徒弟在武当山筑草庐修道，这是明史里记载，可信度非常高。那么说这张三丰是哪儿的人？说明史上说辽东益州人，但是说哪儿都有，说他是宝鸡的，有说平阳的，有说辽东的，还有说丹东的，啊，各个地方抢，一出了名的肯定大家都抢。这是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那么说张三丰是不是武当派开派祖师呢？这个也有一些史书里的蛛丝马迹可以记载。这个大思想家黄宗羲，这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儿子武功很高，叫黄百家。黄百家拜个师傅叫王征南，王征南死的时候呢，这个黄宗羲给他写了个王征南墓志铭。在这里边他提到王征南得武当真传，说武当祖师乃张三丰，乃内家权健之祖，在湖北武当山隐居。你看这湖北武当山呢，咱们有的朋友去过，离这实验室挺近，在这个湖北西边。这武当山是国家级的风景区，风景非常秀丽，山上有不少老道，一边修道一边练功。所以黄宗羲这种提法呢，武当山的所有老道都认可，就说呀，我们这练功祖师爷是张三丰，是张三丰创造了内家拳。现在呢，太极拳里头有一身叫张三丰老式太极拳，也叫原件太极拳，彭吕几案、肘列踩靠这些功法都有。和现在杨式太极、武式太极很多地方挺像。有人说张三丰呢创造了内家拳，包括这个太极啊、形意啊、八卦，这三家叫内三家。金庸在小说里边也写太极出传柔克刚，说张三丰领悟到了这个之后呢，第一次传拳呢就传给自己个残疾徒弟于代言。然后这个旁边呢，张无忌放个小道童，到领悟了太极拳的智理。所以那么说，这个张三丰他到底是不是这些武功的创始人呢？有这么个历史记载，说张三丰在这山洞里头打坐，这浑身难受的，一出了山洞，突然间眼前发现喜鹊和蛇，小喜鹊和一条小蛇打架了。他就发现这喜鹊搁嘴要啄这蛇头，这蛇尾巴啪立起来就打着喜鹊，要啄这蛇尾巴，这蛇脑袋回来就咬着喜鹊，要啄蛇身的中段，头尾一起打。
其实这个就像兵法里的一字长蛇阵嘛，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中则头尾相应。说这喜鹊怎么攻都攻不下来，一松劲儿，这蛇突然一尾巴上来，打中他头部，给喜鹊吓得飞跑了。张三丰观察这个过程，突然领悟到了太极拳的道理，说什么呢？后发制人，以慢打快，互相呼应，用意不用力，连绵不绝。他领悟到了内家拳的智力，说根据这个创造了太极拳。老梁故事会为您揭秘真实的武当。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大金野拉面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一点来讲呢，我们有很多武术家呀，确实是根据自然界动物搏击创造的。因为武术是从哪儿来呢？就是人和动物搏斗过程当中，为了狩猎，他琢磨出来的办法。后来是人和人斗，那么人从动物打斗当中悟出拳术也很正常。你像咱们现在的象形拳系列，比方说猴拳、蛇拳、虎拳、豹拳、螳螂拳，这不都是跟动物学的吗？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说这个武侠小说里写这个张三丰开创武当派收徒弟嘛，有7大弟子，武当7强嘛。历史上呢，这7个人确实是张三丰的徒弟，但是只有张松溪就排老四这一个人是张三丰真正的入室弟子，那些都是记名的，带着手艺到武当山找张三丰学，张三丰指点过他们。就张松溪一个人是真真正正的入室弟子，而且后来张松溪呢还创造了武当松溪派，就他自己有功夫，结合张三丰教的，后来自己有练的。这松溪派后来在上海、温州都有传人，这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张松溪功夫呢，据说高到什么程度呢？有人不服，上山找他挑战，他就在这坐着也不动，对方扑上来一掌打他，也没看他怎么动，身子稍微欠一下子，这人噌就被他弄到窗外去了。其实这就是武当功夫以慢打快，后发制人，借力打力的精髓。所以张松溪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是武术大家，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些佐证呢，现在武当山练功的老道和一些武当派的人都认可，张三丰我们祖师爷就是他创造的这个如何，怎么各方面又这么神那么神。那么其实武当派这个张三丰能够坐定了武当祖师爷，在一定程度上跟皇上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张三丰呢，这不相传是元末明初人吗？说朱元璋啊，有一回就和张三丰打过交道。怎么打交道呢？这朱元璋没有当皇上的时候呢，曾经在湖北这块呢，就他有起义军嘛，他到这边到民间发动群众来反抗元朝。结果经过武当山脚下，有人在这打擂，擂台上这个人呢姓陈，叫陈野先，就吹我怎么厉害。朱元璋也会武功，上台几下子还把人给打了。结果这陈野先呢被朱元璋打败了，不服气，耍无赖，带着几十人追朱元璋要报复。朱元璋就跑到武当山上来了，结果在武当山一个供奉玄天上帝的这么一个庙，他躲到里头了。躲到里头，人家进里抓他，他没办法，就把后边这个草点着了，借着放火功夫趁乱他就跑了。跑了晚上睡觉，说这玄天上帝给他托梦，说你也太不是东西了，你跑就跑呗，你干嘛把我修道的地方给烧了？朱元璋在梦里就说：“哎呀，我对不起你，你饶了我，我将来要得好了，我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供奉你。”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呢，上武当山修庙，给玄天上帝接着修这庙。他修庙的时候，他就打听到了，说这儿有个老道张三丰，道行很高。朱元璋那时候天下初定，他也想借机会呢，在宗教里边树立一个典型，好像天下都听我的似的，你这老道也听我的，就找这个张三丰。结果张三丰事先也知道皇上要来，人家世外高人，不扯这事儿，早就云游天下躲开了。所以后来朱元璋呢，又多次派人到武当山找张三丰，没找着。等到他儿子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呢，6次派人到武当山寻访张三丰。有人说那张三丰早死了，历史相传张三丰活400-500岁，这都传说是有道之人，他是活的年头长。后来呢，找不着张三丰呢，他派人到那儿做老道，在武当山修这个庙宇。修完了之后呢，在这修道，就说我们祖师爷是张三丰，希望张三丰哪天云游之后回到这儿来，一看自己老家是建好道场了，就能在这儿留下。所以2辈皇帝
都推崇张三丰。所以那个时候，张三丰在明朝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被推崇的厉害的不得了。有的说，那这要都真的也不对呀，为啥？你看这个以前踪迹里写着，这六徒的尹丽萍跟杨不悔，他结婚了，都怀孕了，生孩子，不老道不能结婚，那倒不完全这么回事。老道分清道混道，有可以结婚的。你像张三丰呢，说他师承的张天师，天师道，天师道后来呢转化成了正一派，正一派老道是可以结婚的。你现在武当山你去，有那老道山上修道，山下有家，有老婆有孩子。有的老道是不能结婚的，像咱们前面说的王重阳全真七子，全真派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它是有区别。但是现在呢，练武的人很多人反对这些说法，说张三丰师帖好高呀，不能乱贴，那根本不是我们祖师爷。为啥？尤其是练那三家的太极、八卦和形意拳，这三家不承认张三丰是祖师爷。他为什么？你要从道理上讲也能说得通。我们说要太极拳是说张三丰创的，还有情可原。那太极之后的形意和八卦，如果都是张三丰一人创的，他叫仨名干啥呀？统一叫一个名不就完了吗？他非那事干嘛？所以我们故老相传，由于张三丰这人很神奇，大伙儿就把他抬到那块儿，反正什么事都他干的，他是我们祖师爷，这是借腕扬腕的。你像现在武术的这那三家，没有一家承认张三丰是祖师爷的。你把练太极的，现在太极有6派，杨氏太极、武氏太极、吴氏太极、孙氏太极、赵宝太极等等等等，就这几派太极拳，没有一家承认这个张三丰是老祖。为啥？人家自己门里有清晰的传承体系。你像陈氏太极，祖上从陈王庭开始啊，杨氏太极杨露禅，武氏太极吴以香，吴氏太极吴建全，孙氏太极孙禄堂，人家每一派都有清晰的传人，整个传承脉络很清晰，我根本不认为是你张三丰创的。再一个，太极2个字不是从张三丰开始的，即使太极拳是他创的，他创的一开始一定不是叫太极拳，这是从明末的时候，山西有位叫王宗岳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太极拳论》。这个《太极拳论》首次提出太极拳3个字，王宗岳传个徒弟叫蒋发，蒋发这人称蒋把式，跟李自成造反。后来蒋发呢，为了逃避这个通缉，躲到了河南陈家沟，传给陈王庭太极拳，这是从那儿开始的。然后清末时候，杨露禅是河北永年人，跟河南温县隔得很近，到这个温县陈家沟学拳。宫白玉有个小说叫《太极杨舍命偷拳》，就写这段历史，当然没那么传奇，但是杨氏太极得自陈氏太极，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这些脉络都非常清晰，而且我这不是信口雌黄。关于太极拳源流，我到温县和永年，我在那个地方前后去过4趟，在那个地方前后我待过超过1个月，这个脉络基本上摸得很清楚，确实和张三丰刮不上太多联系。所谓跟张三丰有联系，那都是历史上的事儿，据说啊，传说，没有实际佐证。所以现在呢，武当呢，为什么它的传承不及少林兴旺？他这个有时候根儿不正，理不顺。武当功法很多，你像这个我见到的武当剑、武当纯阳剑、武当太乙五行拳，既漂亮又好看，打的而且还确实很有实用性。但可惜的是，跟少林这个功法一比呢，它的系统性不够。当年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同志，这是游武当山的时候看武当武术，他说了一句话，说是少林的名气是大于武当，但武当的潜力远远大于少林。他就说武当山的功法非常多繁杂，但是潜力远远大于少林，意味着什么？你挖掘不行，你光有潜力不行。所以武当拳法这些年来看呢，挖掘整理没有少林寺少林拳法那么严谨，那么正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武当呢，它没有少林寺的名气那么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现在武当呢，在往国际上传播的时候有个好处，因为武当的功法呀，内家拳更加强调于修身养气。你看前不久有个电影叫《大武当》，里边把武当功法做了全面展示，包括睡功，就睡觉你都能练功。这一点修身养性呢，很符合现今技击术的发展。因为冷兵器时代结束了，热兵器时代来临，你再厉害，你能厉害过原子弹吗？你再快能快过枪子吗？所以武术的技击作用降低了，但是武术的养生功能上来了，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
所以有很多国际友人跑到武当山修道，这个过程练武当武术。而且武当武术呢，它不那么刚烈，相对来说比较柔，而且讲究内家修炼，更加符合道家修道的一些根本。所以有很多老外跑这练这个武当功夫。我在去年当这个我要上春晚节目的这个评委的时候呢，就曾经有这武当山老道教了一帮外国徒弟，美国的、英国的、比利时的、法国的，连男带女都有。这些老外呢，也打扮成老道的方，也在山上定居，跟老道一样，饮食起居全一样。他们就在学武当的功夫，而且这些老外呢，愿意把武当功夫呢以漂亮的形式展示给大家。所以来到我要上春晚那个节目，展示他们的功法。当时我现场看了他们表演几次，感觉这个功夫在他们展示下呢，显得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不仅好看，而且打起来虎虎生威。咱们这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看看我要上春晚上这些老外怎么展示原汁原味的武当。